我修复了 DeepSeek 给出的量化代码中的 bug 啊，但是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啊。我修复之后，大多数品种都是亏损的，但是不修复，保留这个错误之前，有超过一半的品种都是正收益的。那么你们觉得这个 bug 还有改的必要吗？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大家在尝试使用 DeepSeek 写量化代码时，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就是 AI 给出的代码看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执行起来要么就是不下单啊，要么信号做反，甚至会在不正确的交易时段瞎交易啊。我之前呢出过一期视频啊，讲过常规的一些DeepSeek 语法类的问题啊，这类的 bug 通常来说也比较好解决啊。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是属于这个疑难杂症一些的啊，这些问题我们在控制台或者说是在编译的过程中你是很难发现的啊，尤其是当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代码经验的时候就更难了，因为没有一点点基础的话，你使用DeepSeek 之类的啊，可能会比较的心累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评判它给出的东西的好坏啊，即便是出了问题，你也不太好去给它描述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啊，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列举了3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使用 DeepSeek 代码最常犯的逻辑性错误。错误的来源呢是最近一些使用 DeepSeek 写量化的听众给我发的消息啊，说搞了好几天都不能正常的下单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呢看多了之后啊，都不用去细看了，猜都可以猜到啊。最常见的就是代码中的这个 type filling 没有和你所交易的这个平台的下单机制匹配啊。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多空信号搞反啊。还有最后一个，多数出现在一些听众尝试在大级别周期做交易啊，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不正确的交易时段去下单。那么我这里呢就是复现了一下这3个错误，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准备啊，我就是直接问了一下这个 DeepSeek 啊，让他帮我生成一个策略啊，然后他给出的这些代码啊，这3个问题啊，好巧不巧都存在啊，确实频率比较高啊。我这里呢就是直接把它给出的代码放在 MT5 中 ，MT5 的这个代码编辑器，然后给它编译一下，然后它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啊，这很好啊，没有任何的语法错误。然后呢我就进行了回测，比如说我们这里选中它，然后点击开始进行回测。回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现在是回测完了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结果呢，会发现它是没有任何下单交易的啊，就是一单都没有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控制台的这里的这个日志呢，可以看到它是有交易信号产生的啊，它也尝试的去进行下单了啊，但是一直下不进去啊，就一直报错啊，就报这个 unsupport failing mode。这个 failing mode 的存在的意义就是，当我们在下单的时候，我们在代码中要告诉交易系统，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成交规则去交易。不同的平台，比如说 ECN、STP 或者做市商模式，他们会根据自己平台的设置去限制填充模式啊。最常见的3种模式是order failing return、order failing FOK、order failing IOC 啊。如果 DeepSeek 给出的代码没有指定，它的代码中没有指定对应的这个填充模式，或者指定错误的话，那么都是无法下单的啊，就会看到这个 unsupport failing mode 这个错误异常。我这里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写了一个函数啊，去帮助我们获取当前这个交易商所支持的填充模式啊。然后我这里就运行一下这个脚本，它通过我刚才的那个函数就会告诉我们当前平台的 failing mode 是多少啊。那么大家以后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函数复制粘贴到这个DeepSeek 给出的代码中，然后再找到类似的这块类似的这种结构啊，通常都是它在使用这种自己封装的 request 这种结构的时候会出这种错误啊。我们就给它指定一下 request 点 type filling 就等于我们这个函数当前交易品种，好，编译一下，没有任何的错误。我们再次来到 MT5 进行回测啊，还是选择这个EA。我们把这个开启一下。等一下啊，刚才我的 MT5 有点卡啊，我重启了一下，我们再次运行。
只要我们把这个函数添加上之后，我们观察这里的日志就不会有 unsupport failing mode 那个错误异常了，并且我们来到我们的历史订单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可以正常的进行下单了，它的回测明细、回测记录，都是有的，还是一个正收益的。但是我们在盘面上仔细的观察一下它的做单逻辑，其实可以发现一个错误啊。就是它没有按照策略的正常逻辑去执行啊，因为我们看一下 DeepSeek 给出的这个逻辑啊，它说的是当这个买入信号是快线上穿慢线时产生，卖出信号是快线下穿慢线时产生啊，也就是向上的这个黄金交叉是做多，向下的这个死亡交叉应该是做空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逻辑是完全的相反的。那么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它总是给我们多空搞反呢？这个在A 的代码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之前尝试做的一个视频也是出现了这个错误啊。然后其实分析一下它这个错误的来由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代码会发现 DeepSeek 它很多的代码它对于时序这种非常细逻辑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它代码中的这个0啊，它本意是想获取最新的这一根 K， 而它这里的1，它是想获取的前面那一根已经走完的 K 线，它想的是对的啊，但是它忘记进行时序的转换啊，因为它在这里面的宿主啊，它不是说获取了1个，而是2个啊，像这种就是宿主大于1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进行时序的转换，否则的话，你这里的0它代表的就是前面这根 K 线，1的话代表的就是后面这根 K 线，这就会导致多空信号判断相反啊。而解决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在声明宿主之后这一块，我们要进行时序的转换啊。转换时序的话，还是就一个函数啊，就是这个函数，你把这2个宿主加在这里，然后第2个参数给它设定为 true， 有几个宿主啊就要进行转换几次啊，然后编译一下，它会出现一个警告啊，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指定了这个宿主的长度啊，我们这里把它去掉，让它变成一个动态的宿主啊，怎么回事啊？写错了啊，去掉，让它变成一个动态的宿主之后啊，然后就没有警告了，编译也就正常了。好，我们再次进行回测，看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们点击开始，让它跑完。好，我们再次观察一下这个盘面啊，可以看到这里的黄金交叉它就是做多了啊，这里的死亡交叉就是做空了，这里也是同样，这里也是，它这一块的话，单纯的是 MT5 的图表刷新没有跟上啊，所以它这个横线其实末端对应的是在这个位置啊，包括这里都是正常的，就是该多的时候多啊，该空的时候就空啊。但是当我在修复了这个 bug 之后啊，我针对于很多的商品进行了回测啊，回测之后呢，我发现啊这个 bug 啊，它修复之后反而比修复之前的结果还要更差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统计图啊，这里是修改后的，就上面这个是修改后的啊，大部分的策略它都是亏损的啊，但是这个 bug 修改之前至少还有一多半的这个交易品种啊都是正收益的。那么大家觉得就这种情况我们还要不要改它呢？还不如将错就错了啊。但是背后的逻辑其实我们要明白啊，就是没修改之前啊，它是多空信号做反了，恰恰导致了它策略的方向啊从这个做趋势做突破变成了做震荡做区间啊。而针对于我们这里回测来说，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个外汇的交易品种啊，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趋势啊，所以它这个做区间的 bug 啊，反而呈现出更大的这个盈利概率啊。对，就是逻辑上解释得通啊，但是这个 bug 它确实存在啊，存在的话我们就要去修正啊，因为我的出发点就是你本意这个策略它该做什么行情你就做什么行情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有很多这种做区间的策略了，我们就是想开发一个做趋势的来弥补一下
投资组合的一个短板，所以你就不要再去画蛇添足了，就是你这个策略该做什么行情你就做什么行情就可以了。好，这是第2个错误啊。还有第3个错误，大家其实在看这个日志的时候，大家如果看的比较仔细的话，其实是可以发现的啊，可以发现的。但是我这里为了更好的说明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给大家举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想做高级别的这个市场，那么我这里把它提高到日线，我们进行回测。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日志会发现啊，虽然它很多也是可以正常下单的啊，但是还有更多的交易信号都没有正确的被执行。比如说这里的 market close， 还有这里，包括这上面啊，你往上翻的话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错误的啊。而这个错误的原因就在于 DeepSeek 的代码它是没有判断交易时段的啊。我们右键在这个商品规格上右键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商品都有属于它的行情时段和这个交易时段，而很多商品的交易时段它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完整的24小时啊。我这里用的这个平台其实还好啊，有些平台它这里的交易时段可能会分成3段啊。我看一下日经是不是啊 ，China 我给你看一下啊，比如说这种，我之前还看过分成3段的啊，就是它可交易的这个时间段加总起来可能会有，比如说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段是没有办法进行交易的啊。而 DeepSeek 它是不会去判断这里的交易时段的啊。那么你在不可交易的时间去交易啊，那么肯定就是错误的啊，肯定就是错误的。而这个问题修正起来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当我们在 OnTick 方法判断逻辑之前，我们先去检查一下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是否可以交易啊。我这里还是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样一个函数啊，大家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DeepSeek 的代码之中啊。我这里暂停一下，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编写一下，这个代码还是很少的啊，很少的，包括上面这个方法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很少。好，我们复制好之后，还是给它粘贴到 DeepSeek 代码之中，我们进行编译。首先这个函数是没有错误的，然后我们在 OnTick 方法之前进行一个判断一下当前交易时段是否可以下单，就是这样一行代码啊，大家也可以对照着编写一下啊。那么写完之后还是点击编译，我们再次进行回测啊，看一下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存在。好，回测完之后，我们再次查看这里的日志，滚啊滚，滚啊滚，基本上是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任何错误了，到这已经到头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也解决了，它不会再出现那种随便下单啊、下单的那种情况了。好，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使用 DeepSeek 最常见的3种错误啊。你可以暂停视频，把这里的这2个函数复制一下啊，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好，如果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